大家好，昨天德国全部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全部引用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消息来源。这家所谓非政府组织说，中国正系统性的摧毁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多达1300座清真寺被毁坏或关闭，占该地区全部清真寺的1/3，包括德国国家电视1台、电视2台等都引用了这家美国 NGO 的信息。这就是全民洗脑的可怕之处，他们根本不会去多方查证这家所谓人权组织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作假的成分。这些年，这些所谓西方的 NGO 名声已经臭大街了，因为表面上是所谓非政府组织，实则是某些政府的打手，他们干着这些国家政府不方便亲自出面干的事，而其中一些捐款人士有着明确的目的，比如这家人权观察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金主索罗斯。这个是什么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他是一个极度痛恨中国政府的西方金融大鳄。他在香港失算过，亏了很多钱，所以对中国政府一直怀恨在心。在这个节骨眼上，人权观察有预谋发表这样的报告，其意图很明确。一是在全世界继续搞臭中国政府的名声，第二，恰好目前阿拉伯以及穆斯林国家外交使团正在中国访问，对巴以冲突进行调停，足以说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让某些国家很不爽，也很害怕。这时候抛出这篇所谓的真相报告，其目的当然并非真的在乎穆斯林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挑起穆斯林世界与中国的仇恨。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西方某大国针对中国的所谓混合战争的一部分，即舆论战。而德国媒体正积极配合他的主子对中国搞混合战。至于真相与否，那不是人权观察在乎的。其实很简单，德国媒体真的想要真相的话，他们驻华记者不少，为什么不见他们到那些中国省份进行走访调查呢？他们不想让德国人知道实际真相是什么。西方媒体变得真的很可悲，这些年来已经沦为某国政府彻头彻尾的打手。可以这么说，西方媒体人包括德国媒体人的良心都给狗吃了。这是昨天德语媒体一窝蜂抹黑中国的最大一条新闻。另外，德国《时代报》还发表了另一篇采访录，是一篇收费文章，采访对象为中国欧盟商会前主席乌特克。此人目前已经退休，他在中国待了30多年。该采访录使用的标题也很博人眼球，自吹自擂，使中国面临失败的危险。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疲软、青年失业率创纪录、房地产市场低迷、人口萎缩等等。反正还是1年来德国媒体唱衰中国那一套。还有，他还说，即使在中国几十年，他在中国永远是外国人。其实我作为在德国待了30年的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在德国作为来自中国的人，即使加入了德国籍，德国人永远把你当中国人看待，你永远是外来客。反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以前的德国同事就直接说我是中国人，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一般德国媒体报道的中国大事呢，都是负面的，他们都会说，你们中国发生了这件大事，你知道吗？或者在我面前直接评论说，你们中国怎么样啊？反正德国媒体的主要任务好像就是唱衰中国，贬低中国。不知道那些在德国的跪舔德国的中国人怎么想的？难道他们真的不看德语新闻吗？还是他们只相信德语媒体的报道，从来不看中国新闻，不与中国的家人及亲戚朋友联系？这些人让我真的无法理解。昨天德国《信使报》在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德国著名经济学家 Wolfram Essner 教授的文章，他的观点有些非主流，认为西方在全方位衰落，这是有目共睹的。目前中美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关系到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中国与西方的衰落，东南亚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一位中美专家认为，西方在地缘政治上注定要失败。中国作为全球大国，
是对千年历史传统的回归。乔拜登和习近平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峰会上举行了会晤。经济专家 Wolfram Essner 解读了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会晤对全球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一次采访中，这位著名的美国和中国问题专家将中国的迅速崛起描述为千年历史常态的回归。与此相反，这位曾在这两个国家担任教授的人认为，西方势力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在走下坡路。与此同时，中国回归国际舞台，成为当之无愧的重量级国家。柏林日报在采访中援引 Essner 的话说，东南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中心和经济引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东南亚自由贸易区 RCEP 取得了成功。世界强国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似乎错过了一个学习要点。这位73岁的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结。400年的欧洲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自闭的自我中心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不能指责埃尔斯纳仅凭理论洞察力就对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末日做出假设。他是布莱梅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曾在美国和中国任教。他还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中国吉林长春担任客座教授。鉴于也因为他的地缘战略，埃斯纳认为美国这个霸权注定要灭亡。美国正在努力重写自己的叙事和戏剧。他怀疑美国是否愿意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局势。这位经济学家加入了那些认为未来将出现多极世界秩序的人的行列。第一，以对称的承认国际法为基础；第二，以及承认自由平等的世界贸易的传统原则。他认为这清楚地表明西方在任何地方都在衰落。美国及其盟国在经济和外交上都已背靠墙壁，而且没有多极世界的指导原则。Wolfram Essner 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与其说是缓和局势，不如说是威胁性姿态。这位经济学家引用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例子：一家失去市场份额的公司会与专家坐下来，做足功课，修改市场战略，而不是跑到竞争对手的总部大开杀戒。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忽略了这一学习要点。美国与中国包括经济成分的混合战争。埃尔斯纳显然对拜登与习近平之间的最新会晤不抱太大期望，诚然，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可能改善气氛。世界上无数的战争贩子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守势，但总体而言，华盛顿的口头宣言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方面，美国签署了关于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问题的联合国2758号联合国决议；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混合战争却在继续加剧，其表现形式是芯片战和下令取消在中国的投资，并在中国周边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群。美国总统的意图不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达成和解，而是迫使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芬太尼，以便将数百万人死于毒品的责任归咎于他的经济对手中国。埃尔斯纳认为，由于美国总统大选在即，这一举动是出于该国内政动机。人工智能战斗无人机和其他问题也是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一些议程。西方与中国仇恨对象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埃尔斯纳向柏林日报讲述了欧盟在中美冲突中的作用。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在谈论华盛顿的主要门徒欧盟。埃尔斯纳认为，由于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西方不再能够向可信的和平、谈判和合作进行战略转折。当然，这意味着如果地缘政治领域的发展对德国国内工业和私人家庭的财政实力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的福祉就会受到威胁。埃尔斯纳认为，西方国家有时对待其他地区道德化的傲慢态度对当前形势是致命的。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分解，尤其是当仇恨的对象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时。好，朋友们，
对这位专家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对美国及西方的批评态度，德语媒体的读者怎么看呢？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希望西方能成功的使自己实现基于气候中和以及可持续的衰落。下一条评论：别担心，德国自民党和选择党将通过废除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正如中国和俄罗斯对德国的期望一样。这些公司仍将出售给中国，因此我们将在污垢和垃圾中走向灭亡。下一条评论：我们的政府正竭尽全力使德国的衰落成为现实。下一条评论：对意识形态死抱不放，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一部分德国人曾多次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在可预期的失败后，每个人都会说，这一切都无法预料。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对专家的这句话发表他的看法：400年的欧洲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自闭的自我中心，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这位读者这样说：在我国，这个我国指德国，尚未普遍意识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政府中的社民党和绿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在寻求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合作的新方式。下一条评论：有哪些办法呢？你认为我们在尼日利亚争取女厕所，或在丛林中展示哈贝克酋长会受到重视吗？哈贝克就是德国经济部长，在这里他是讽刺啊。我们接着往下，我们要么拿出硬通货来换取原材料，要么在合作中提供比中国等国家更多的优势，但我们没有。当我们还在为琐事纠缠不清时，金砖国家早已超越了西方。下一条评论：当然，中国有真正的竞争优势，他不关心环保或人权，随意没收亿万富翁。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和往常一样，我们在事后才会知道。德国知识点评：你看，德国人的认知就是中国政府可以随便没收中国的亿万富翁。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马云还有其他很多亿万富翁为什么过得好好的呢？这就是德国人的认知啊，没办法。我们继续往下。这位读者说，那位专家认为西方列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在走下坡路。然后这位读者说，我们从美国购买昂贵的页岩气，反俄和反华的立场可能终究不是一个明智的主意。然后这家媒体《信使报》的编辑参与发表官方言论，在背后，所以可以肯定啊，他们在背后是有审核的。我们看这位编辑怎么说：从目前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页岩气最终给我们带来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德国之士呢，我来点评一下，这就是德国媒体以及德国人逻辑颠倒的地方。整个国家都一样，他们竟然认为造成今日德国能源价格昂贵，是因为以前过度依赖俄罗斯低价能源造成的。但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假如德国自己不脑残去制裁俄罗斯能源，德国的能源价格会飙升吗？自己拒绝使用俄罗斯能源，然后花几倍的价格去买美国液化气，到头来还倒打一耙，说是俄罗斯造成的，这样的不要脸的逻辑也只有西方国家才有。这真的是我最鄙视德国人的地方。下一条评论：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对的。西方是在创新、自律、勤奋、敢想敢干中成长起来的，如今这一切几乎都被人们所唾弃，因此我们因傲慢而被其他国家超越，也就顺理成章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